继俄罗斯增兵疑团之后，又出现了一个开战预言。有消息称，俄罗斯将会在明年1月底或者是2月初发动对乌克兰的总攻。显然，在俄乌关系紧张的当下，这一言论势必会再次激起人们的恐慌。实际上，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如今这种地步，背后同美国的拱火脱不了干系。本来外界都以为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俄罗斯深陷战争危机，或者说是激化俄乌矛盾，但是这一切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据《环球时报》军事最新报道称，在乌克兰地盘打一场小战争才是美国的目的。至于结果是什么不重要，美国本质上是想分裂欧洲同俄罗斯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美国十分清楚，同俄罗斯打一场大规模冲突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。俄罗斯军中拥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，即便是军力第一的美国也无法有效的应对。此前就连美国专家也表示，俄罗斯核潜艇是美国本土的最大威胁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美国并没有打算同俄罗斯彻底撕破脸。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，美国也不能坐视不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步步为营，所以就有了俄乌冲突升级这一幕。美国想在乌克兰境内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，俄罗斯观点报认为这一场小规模冲突的结果对美国并不重要，关键的是美国通过这场小规模冲突能够得到什么。最为直接的就是美国能够利用这一场小规模冲突，很好的转移乌克兰内部的矛盾，从而激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族仇恨。如此一来，美国拉拢乌克兰进入自己的阵营就易如反掌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在遭受小规模的挫败之后，其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仅仅依靠美国，这是美国目的之一。而美国最主要的目的是借这场小规模冲突来分裂欧洲，也即激化俄罗斯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。一旦俄罗斯真的应战，那么欧洲各国也会从这场战争中意识到俄罗斯的威胁，进而就更加靠拢美国。美国制裁北溪二天然气项目的失败，使得俄罗斯能够凭借这一项目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，这一可能的局面让美国十分担心。所以说，此次让俄乌冲突升级，美国最重要的目的是分裂欧洲。不过这一阴谋还没达成就被俄罗斯识破了。俄罗斯军官加夫里洛夫表示，莫斯科不会屈从于这种挑衅。目前俄罗斯上下正在尽力控制这一局面，并冷静地同西方谈判，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一冲突时刻到来。美国在英国建立第一个 F-35基地的时候，就代表着美英两国达成了一致意见，而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也被认为是其讨好美国的一步，这样可以更好地将两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。而英国一架 F-35坠机在地中海一事，不仅是让英国丢了脸面，也让美国面露难堪。正所谓是偷鸡不成18米，英军本想展示下威力，却没想到让自己变成舞台上的小丑。为了缓解这一尴尬，英军声称要对该事情进行进一步调查。最终结果以1块10几英镑的防雨布导致坠机而收场。现如今，准备了1周时间，美英终于要打捞 F-35残骸了。据悉，一艘美军军舰正在前往事故现场，打算使用目标探测系统对沉海的 F-35进行打捞。该系统可以探测达到6000米的深度，被专门用于探索相关信号。相关人士对此分析，美英大举动打捞 F-35很有可能是基于俄罗斯军队的压力。早在 F-35战机出事时，英军就透露出对俄罗斯军队的忌惮，声称俄罗斯的目光一直盯着伊丽莎白女王号。在英军向美军申请援助时，美国流露出拖延的态度，似乎不太理解英军如此急迫的样子。在美军的眼中，这具残骸怎么会有人要？而英军这番声明也开始让漫不经心的美军产生了紧迫感，害怕被俄军抢先一步打捞，夺得其中的机密。如果真如英军所说，俄罗斯真的想要这架已经石沉大海的战机残骸，那么在美英两国和俄罗斯的对峙中，美国的先行举动是不是也暴露出一点，那就是真的对俄军有所忌惮？美英赶忙捞机举动的背后，或也侧面反映出了美英两国的慌张之感。不过，对于美英流露出的害怕 F-35残骸被人抢，只能说是瞎操心。且不论 F-35的多次坠机，让人对这架飞机质量感到堪忧，单就大费周章的去打捞一架不知道定位的战机，怎么看都有点损失。事实上，英军的担心是徒劳的，完全就是在自作多情。对于这架坠机的飞机，中俄真的不稀罕，美英没必要这样藏着掖着，还在暗自进行嘲讽，真的是太小心眼了。英国犯的一些低级错误，还企图用这样的手段转移注意力，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好好专注打捞那架坠机的 F-35。对于时隔1周，美英所谓的抢先俄军一步打捞 F-35残骸，国人调侃道：真的不打算找中国渔民帮忙？
毕竟有句话叫中国渔民到底有多猛，一句话总结，就没有中国渔民在海里干不成的事儿。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，美国正在着手准备两线作战，一个是在欧洲方向，一个是在印太方向。霸权国家美国认为，逐渐强大起来的中俄是美国最大的威胁。也正是由于美国的极力打压，中俄才迫切的要加速联合。日前，中俄又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军事协议。据官媒《环球时报》最新报道称，中俄防长签署了2021年到2025年军事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路线图。值得指出的是，这一协议重点促进中俄在联合巡航以及联合军事演习上的合作。从今年中俄的联合动作来看，签署这一协议也是在意料之中。今年下半年以来，中俄两国接连开展了多次联合行动。前段时间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就引起了各界的关注。期间，中俄10艘军舰联合穿越对马海峡，更是给日本来了一个十足的下马威。而后，中俄还出动了一定数量的轰炸机进行联合巡航。可以说，未来印太地区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中俄联合的身影。在美国的推动下，印太地区已经成为了国际热点地区，不少欧洲国家纷纷跑到这里来保持军事存在。而另一边，俄罗斯也在面临来自北约的大规模围堵，形势不容乐观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中俄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十分必要，这是解决当前围堵困境的最有力方法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在印太海域，自由航行将不再是霸权专属，中俄军舰将共同承担起维护印太和平与安全的责任。当然，除了公开的军演、联合行动外，中俄必将在更深层次的军事领域展开合作，比如共同开发先进战略武器，占据对美竞争优势等。对于这一点，美国媒体表示了深深的担忧。除了之后不能在印太肆意撒野外，美国本土也将面临巨大的威胁。美国媒体《华盛顿时报》日前刊文称，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可能无法抵御中俄武器的攻击。中俄高超音速武器是美国担忧的主要来源。尽管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制上，美国起了个大早，但却赶了个晚集。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目前牢牢掌握在中俄手上，这才有美媒担忧一击就可以令美国人没水没电，而且瘫痪美国所有基础设施的时间仅只需要短短1天，这就更加可怕。实际上，美国人早在挑起同中俄的双线冲突时，就应该预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到现在中俄深化在更深领域合作时，美国才后知后觉，意识到中俄联合的巨大威力，这已经迟了。美国必须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国以及北约在东欧对俄罗斯进行疯狂压迫，让东欧局势变得异常的紧张。在这个双方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，中国突然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，帮俄罗斯缓解了压力，让北约立即服软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压力。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大家都听说了，有了美国以及北约提供的军事援助，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进攻愈发猛烈，这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。不仅如此，据俄罗斯军事网站报道，美军在黑海地区增派了一艘携带数百枚战斧导弹的驱逐舰，很可能会对顿巴斯地区的机场等设施发起进攻。随着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难民危机愈发紧张，在这条线上，美国以及北约军事调动也非常频繁。大量的德国装甲部队已经开进了波兰境内，美军最新型的 M109A7 帕拉丁自行火炮也出现在了敏感地区。据悉，总共30门这类火炮正瞄准着俄罗斯与白俄罗斯。就在这局势紧张之际，远方的中国突然向俄罗斯伸出了援手，宣布了一则重磅消息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25日报道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公开表示，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没有休止符，只有进行曲。在分析人士看来，中国在俄罗斯与北约交锋不断的敏感时刻，对俄罗斯伸出援手，再度重申了中俄间友好的军事合作关系。对目前被西方步步紧逼的俄罗斯来说，可谓是一场及时雨。中俄两国联手威力有多大，西方各国都非常清楚，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来离间中俄两国的关系。巧合的是，一向对俄强硬的北约几乎在同一时间对俄罗斯服软了，不免让人怀疑这和中国的重磅表态是不是有所关联。
据环球时报11月25日报道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，北约愿意与俄罗斯探讨乌克兰周边的局势问题。他认为这是目前解决乌克兰周边敏感问题的最佳方式。在外界看来，这是北约在主动向俄罗斯示好，双方有望恢复正常沟通，对缓解目前东欧紧张局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。究竟这次北约对俄服软示好有没有中国力挺俄罗斯的因素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但是不能否认的是，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的今天，中俄两国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，对世界和平稳定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